你好，我是乐心。这期我用 Codex 帮我整理工作电脑，本来我以为很简单，把乱七八糟的文件丢给 AI 归类就行，结果第一步我就卡住了。我让它去整理 W 盘，那是一块我存了各种素材的网络硬盘，命令发出去，屏幕几乎不动，卡了很久，久到我一度以为是断网了。然后我才反应过来，我甚至没想过 W 盘是做什么用的，我只是把它当成另一块随手存放的盘，直接让 Codex 去扫。如果我先弄清楚它是长期归档还是工作区，我根本不会让它第一步就跑全盘。这让我意识到动文件是最后一步，第一步是把每个位置的职责先想清楚。4步整理法，我这次用的方法很简单，分4步。第一步，先审查现状，只看结构，列清单，不移动，不删除。第二步，给每个位置定义职责。比如 C 盘负责系统和必要应用数据， D 盘可以作为本机工作台，网络盘或者 NAS 适合做长期保存， NAS 可以理解为放在网络里的硬盘，多台设备都能访问。第3步，制定命名和归档规则，文件应该怎么命名，临时文件放哪里，完成的项目归到哪里，都先写清楚。第4步，再让 Codex 小步执行，先迁移一小部分，确认没问题，再继续下一步。这套流程比直接甩一句帮我清理电脑安全很多，因为 Codex 不应该一上来就动你的文件，它更适合先帮你看清楚结构，再把风险和规则讲明白。为什么电脑容易乱？这期视频我们以 Windows 场景为例，很多混乱不是你故意造成的，而是系统和软件默认就会帮你到处放东西。下载文件可能进下载，软件默认安装到 C 盘，一些草稿、缓存、日志又会被写进文档。时间一长，你很难判断这是软件本体还是缓存，这是项目文件还是临时导出，这个能删吗？删了会不会影响软件？所以我这次没有先问哪些文件能删，我先问的是这个位置到底应该负责什么？管理原则，这次整理我最看重的原则，就是别让一个文件夹同时干太多活。C 盘尽量保持稳定，本地工作盘负责当前处理，临时缓存，长期工作主库只放真正要留下来的资料。这里面有一点 Para 的思路， Para 是一种资料管理方法，简单说就是把东西分成项目、领域、资源、归档。但我没有硬套整套方法论，我只取一个最实用的点，先分清资料现在处在什么状态，下一步应该去哪里。我的地盘，在我的电脑里，地盘最后被定义成本级高速工作台，它不是长期收藏夹，也不是所有东西的仓库，它负责处理，比如下载后的文件可以先进入下载暂存，录屏、剪辑、代理文件、渲染文件可以进入剪辑缓存，正在做的短期项目放在当前工作区，临时导出的文件放在临时导出。这套规则定下来以后，地盘的定位就清楚了，它可以乱一点，但只能在工作台这个范围里乱。真正要长期保存的东西，最后要离开地盘，进入主库或者归档。C 盘和文档的边界， C 盘，我的原则是少主动堆大文件，系统盘越稳定越好。文档我也不再当长期资料库，很多软件默认往里写配置和日志，它更像一个软件入口，不适合当最终仓库。能改路径的，我会把缓存挪到专门的工作区。NAS 网络盘，现在回到开头卡住的那块 W 盘，它是个 NAS， 很适合长期存项目和归档，但我一上来就让 Codex 全盘扫描，结果卡死。
后来我搞明白了，整理文件时，工具会频繁读取文件名、修改时间、路径、权限这些信息。这些叫元数据，就是文件的身份信息。在本机硬盘上读这些信息通常很快，但在网络盘上，每读一次就得走一趟网络，文件一多就堵住了。所以最后我放弃让 Codex 强行批量整理 W 盘，我先把它定义成长期工作主库，不急着跑全量操作。命名规则。整理文件夹时，我也顺手把命名规则定了下来。比如视频项目，我会把日期放在最前面，这样按名称排序时，基本就是按时间排列。版本号放在最后，日期解决排序，版本号解决迭代。这么做是为了以后搜索归档少想一步，不用每次重新判断最新版到底是哪个。所以这期你可以直接带走3个问题，整理电脑之前先问自己，这个位置负责什么？这里的东西什么时候离开？离开以后去哪里？如果答案清楚， Codex 才能真正帮你整理，否则它只是把混乱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。这期我用 Codex 帮我整理工作电脑的心得是，先给每个位置定好职责，再动文件。快乐学习，用心分享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